안녕하세요，这边是超强系列초능룬입니다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教的部分呢是子音的部分。如果你还没看过母音的部分的话呢，资讯卡里面有哦，你可以点选，然后并且看完之后再回来看我这一部，你可能会看得比较懂一点。子音的部分呢，看似简单呢，但是真的是还蛮简单的呢，哈哈。我在公三小啊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就来学习吧。嗨，那我们在开始记这些子音之前呢，必须先灌输一些观念给大家。在这个子音的世界呢，一共分为5个家族，那每个家族的成员一共会有爸爸妈妈跟小孩。KK 家族，什么是 KK 家族呢？好，我们看到爸爸跟妈妈，有没有？爸爸跟妈妈，为什么他是爸爸呢？因为爸爸多一根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妈妈。啊，这就是爸爸啊！爸爸要怎么念呢？通常在这个子音的世界里面呢，爸爸都是比较强悍一点的，比较用力，所以呢，他念起来就是克。好，那妈妈比较温柔嘛，所以妈妈就念个。大家有听出来他们的不同了吗 ？OK， 那他们小孩是长什么样的？他们小孩是长这个样子。因为爸爸呢，他很喜欢 K 人嘛，所以他就把小孩呢 K 歪了，把他 K 倒了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他的小孩呢就是不太敢讲话了。所以呢，他小孩每次讲话都是他小孩只能用鼻子发音，所以呢，他小孩就念呢的那个好吗？那我们马上进入下个家庭。好，下一个就是 TT 家庭。爸爸多一根，爸爸妈妈，那他们的发音是怎么样呢？一样，爸爸比较强势，爸爸就念特，妈妈念比较温柔，妈妈就念的。他们小孩比较独特，也比较独立一点呢，所以呢，他长得比较有自己的感觉，有没有己的感觉？也念起来很有自己独立的感觉哦。他小孩念日。或是他小孩就是 L 或是 R 的发音。下一个 P 家庭啊，这个 P 家庭呢比较特殊一点哦。那爸爸为什么长这样，妈妈长这样呢？这跟刚刚的那个逻辑不符合啊。因为这个字古罗马那个字里面嘛，代表2的意思。男生有老二嘛，所以呢，他就是爸爸。因为他们感情比较好，所以呢，他们念起来呢都一样，都是 P 啊。爸爸呢，语气比较重啦，就是 P。妈妈就念 P。那他们小孩呢？跟他爸爸妈妈一样，有遗传到他们基因都长得正方方的，所以他们小孩呢就是长一块正方形这样子。他的小孩呢也就不敢讲话，比较害羞一点，所以呢他讲话都是所以呢他小孩就念的那个音。下一个是吃家庭，因为他爸爸很爱吃，他妈妈就是很爱榨果汁。他爸爸是念吃，他妈妈是念吃。那他们小孩长什么样子呢？他们小孩呢长得比较像人样啦，所以长成这个样子。那他小孩怎么念呢？是或是下面一位。下面这个家族呢非常特别这个多一个老啦，所以他是老公啦。妈妈呢就是一个洞就好了你就想一个老一个洞，他们能够发展出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对，他们每天都在做那件事情那个老公他做的时候会有点气喘，所以呢他做一做会没错，他念这个呢，这个洞呢，这个传统的习俗里面，这个女生不要讲话就是比较那个斯文的感觉吗？还是比较对，比较好啦这样子。他们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是让女生在上面的时候呢，或者在旁边的时候呢，他们是不能发声的。但是当他把老婆压在底下的时候，老婆受不了了，他觉得老公很重，所以他会在下面的时候才会念这样了解吗？为了让你们记起来这些字母呢，我的节目已经完全的走向了为了大众着想，我愿意牺牲。以上呢这14个基本的子音呢，就是所有的家族系列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子子孙。那有一个特性他们都是生双胞胎。那他们的双胞胎呢，通常都是长得跟妈妈很像，然后他们的念法呢也比较短，也比较粗。KK 家族他们的子孙呢长什么样子？长这个样子成双成对的，长得跟妈妈一样。他们念起来呢比较短，比较粗，所以呢听起来呢就会像是个。TT 家族他们的子孙为这个，那他怎么念呢？的 PP 家族的再来77家族，因为他们家呢生的比较这个比较特别一点，他们的那个子孙呢是长这样子的嘛。我们刚刚讲说比较像人样的那个小孩呢，他自己也生了一组，所以他小孩是长这样子的。好，以上就是他们所有的子子孙孙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唐安要来记一点东西咯。那首先我们要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复合子音，也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5个大家族嘛，有没有？大家还记得吗？5个大家族里面所有的成员呢，大杂交生出来呢，就会一大堆畸形儿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那你说他们要怎么念有些就是叠在一起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念没有错。接下来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记忆，好吗？首先大家只要记2个数字，20
27啊，知道怎么念呢？你可以一个念一个念这个很难念，所以呢，它当然不是这样子念咯，他们念其中一边就好了。那这两个呢，大家记住了吗？这两个只要念右边的就好了，也就是说这边的只要念这边的只要念就可以了。那至于它旁边那个呢，不要去理它。这两个之外的这剩下的这一些复合子音，通通都念左边的那个汉字第一以上呢，就是所有的子音。那我们来简单的来测试一下，大家有没有把所有的子音记起来哦？简单用个句子来做示范。来，大家想一想，花3秒钟的时间，有没有办法念出来呢？干。一，你，呀，娘，干你娘，之，一，几，不，吧，一，几百。骂脏话没有啊，我这是教韩文哦 ，Only for education。哦，是吗？那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的，如果你是香港或是马来西亚的学生呢，不妨可以试试看这一句哦。这一句对，可以回去练习看看。日本人の学生、これを練習してください。影片结束了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麻烦在底下帮我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给你即将开始学韩文的亲友们。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每天晚上不是啊，我不是。还每天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准时发布影片。同学们，我们下次见，安妞。